这座地主家祠隐藏着许多不可思议的故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花花，我现在在湖北的利川。今天带大家看一个神秘的宗祠。湖北利川柏杨镇水井村，200多年前，这里诞生了一个庞大而神秘的李氏家族。家族始祖李氏兄弟是来自湖南的逃荒人。这个家族不仅拥有大量的田地、屋宇和财富，还有枪有炮、有牢房、有刑场，敢跟土匪对峙。作为族长的大地主更是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。然而巅峰时期的家族却几乎于一夜之间土崩瓦解，最后一任族长也落了个活活饿死的悲惨下场。上一期视频中，我们探秘了奢华的李氏庄园，揭开了家族发家致富背后的真相。本期视频，我们走进李氏宗祠，去探索更多的秘密。李氏宗祠始建于清道光26年，建了整整3年，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。宗祠3殿2厢，宫殿式建筑，共69个房间。与普通祠堂不一样的是，它更像一座城堡。前方是9米高的宝坎，用巨大条石垒成。左右后方是一圈长400米、高8米、厚3米的护墙。护墙内面积约有1万平方米，护墙四周炮楼突兀，宝坎及整个护墙上依次布设枪眼、炮孔100个。西门旁这栋建筑通往宗祠的城墙，解放前这里常驻乡勇30余人，荷枪实弹，易守难攻。现在这里面十分破败，还留着一些往日的痕迹。这把梯子便是通往城墙之路，我们上去看一看。这里面有个精彩的故事。1926年，川军首领贺国强路过这一带，见到李氏人丁兴旺，富甲一方，想要强取李氏家族的钱财，便围攻李氏宗祠。面对敌军的猛烈进攻呢，当时在任的李氏族长李盖武仗着高大的城墙与贺军相持不下，顽强抵抗，双方足足相持了3个月啊。正当贺国强久攻不下，准备撤退时呢，李氏家族中有一位佣人刚好对家族有所不满，告诉贺国强断其水源必能攻破。于是贺国强率重兵围住了宗祠东北角的水井。果然，李氏家族因缺水被迫讲和，交出了部分金银财宝。真是千防万防，家贼难防啊！不过经历了这次事情后呢，李氏吸取了教训，想了一个万全之策来保护家园。什么万全之策呢？我们回头再说。宗祠烽火墙高耸，烽火墙的墙头墙檐全都镶嵌了花鸟鱼虫等生动的造型，而且镶嵌用的材料也是极讲究的，是从江西景德镇运过来的全新的瓷盘瓷碗，敲碎后精选所得，真是太奢侈了。宗祠前壁开大门3道，中间这道通前中后3殿，左右2道门则通往厢房。这个是前殿。宗祠殿堂做工极为考究，屋梁托木上的雕刻精美，蝙蝠、翔凤等浅浮雕吉祥图案几乎到处都是。过前殿天井后则是中殿，大家可以从天井一端来欣赏一下前中殿之间的建筑工艺，很漂亮啊，这些都是原汁原味的。中殿又称拜殿，是李氏祭祖时宣讲族规的中心殿堂。四周陈列着木刻的族规家训。为了维持统治地位呢，李氏大地主制定了严厉而残酷的族规。若有人违反了族规呢，将受到惩处，严重的甚至会被处死。魁山堂便是后殿了，黑底金字的大匾非常气派。魁山2字呢，分别取自于李氏始祖2兄弟的字。但这是仿造的，原物流落到民间一个棉花铺子做置物架，嫌太长，将魁字锯掉，就成了这样。殿内神龛供奉始祖李廷龙的雕像。除了3大殿以外，2厢共有66间房，设有族长、执事住房、
银库、账房和仓库功能齐全。拜殿外侧墙壁下部呢，各有大石板围成的水池一口，一侧写着大大的忍字，另一侧是耐字。平日用于消防养鱼，在被围困的时候呢，做饮用水。而这个鲜红的忍字则让人不寒而栗，这又为何呢？忍字对面的天井处有一座过尸桥，实际是一块巨大的石板，这是李氏大地主生杀予夺的审判庭。凡是犯了族规的人都要被捉拿到这里，跪在桥上聆听族长的审判。宗祠东西两侧共有2扇门，西万华门为生门，东承恩门为死门。判生则从生门放归，若不幸判死，就要从死门绑赴龙桥刑场，扔下万丈悬崖，被活活摔死。龙桥刑场实际就是一个险峻的万丈悬崖，离宗祠10里开外，就在箭头所指的这个3分这儿。判了死刑的人被五花大绑，用很长的木叉推下悬崖，十分的血腥。据说仅解放前被李氏族长宣判死刑扔下悬崖的贫苦农民竟达到了20余人，这真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血泪史啊！宗祠东角有一处神秘所在，周长24米的围墙用整块大石头垒成，坚不可摧，高不可攀。细长的石阶梯共有72级，它究竟通往何处呢？又守护着什么样的宝贝呢？下到最深处，原来是一口不到1米长的小水井。为何要为这小水井筑上这样的围墙？还记得李氏与贺国强之战吗？正因为这口救命水井被贺国强所占，断了水源，李氏才落败。反过来说，只要占据了这口水井，李氏堡垒便永远不会被攻克。但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？这显然是一种幻想。再高再厚的墙也挡不住历史的大潮，再顽强的封建势力始终都是要土崩瓦解的。据说解放后，李氏最后一任族长李盖武被人们从奉节县城骗回他的庄园，关在黑屋子里活活饿死。李氏家族庞大而坚硬的封建堡垒也在那一刻轰然倒塌。万里长城今犹在，不见当年秦始皇。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点赞，下期更精彩。